各位好，今天Apple Store 的故事，想跟大家去聊一下 Apple Store 的演变啊。当然，这个演变呢，是只从我找到的一个切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原因是因为在24年的9月9号 ，Apple 新品发布会，我做了一个同步直播啊，这个老观众应该知道。在同步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么一个观众的互动。也可能是我聊到了一些我对理性购买的一些看法的分享吧。关于这个呢，我有一个直播切片，大家可以搜我频道当中的什么就是理性购买这种关键词啊，能够找得到。那受我这个启发呢，这位观众就说，是不是因为原来巴宝莉的这个销售总监，巴宝莉的这个从巴宝莉过来的这个销售总监啊，对这种销售策略造成的影响啊。那我当时就辟谣了啊，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只是我自己的对于购买是怎么购买是理性还是感性的一些个人见解啊。但是我觉得这位观众提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做节目的素材啊，就是可以从我的前员工的视角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位来自巴宝莉的零售店的这个主管啊，对 Apple Store 零售店的一些影响啊，在我看来的一些影响吧。这个影响是中性的啊，并不含褒贬义。但是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去聊一下，从2001年开始 ，Apple 开设第一家官方直营店以来的一些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且还蛮有趣的变化。那我也在录节目之前呢，上网络上搜寻了一些相关的照片。那我也希望能够在跟大家讲述的过程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些照片，那去聊一聊 Apple Store 的发展历史。那我想从儿童开始。大家知道，其实 Apple 的产品在教育领域一直都是发力蛮厉害的。我还记得官方的 Apple Store 在中国大陆开设以来，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从官方渠道买到带有教育折扣的产品了。哎，这个折扣其实是蛮有吸引力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但是以我10几年的工作经验，走进 Apple Store 的用户里面，应该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不知道 Apple 有教育优惠，然后也应该有远远大于一半的人其实不知道原来教育优惠它覆盖的面能这么广。那我也想先跟大家去普及一下，怎么样享受到 Apple 的教育优惠。当然，我仅仅是指面对中国大陆地区哦。首先，一定是全日制的这个大学的学生才能够享受。您现在是一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你就别想这个事儿了。但是呢，很多人会忽略的是，小学老师是可以享受的。那当然，中学老师也可以了。然后，在学校和幼儿园里面的，不管小学、中学、大学，不管什么样子的幼儿园，是私立的还是这个公立的，老师、校长、行政招生办都能够享受。还有就是，只要你是在学校工作的，你也能享受。举个极端的例子，我是在幼儿园里帮助幼儿园打扫卫生的，可以享受 Apple 的教育优惠这个厨房大师傅也可以享受。它不仅仅是说你是学生跟老师才可以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当然了，最终解释权以 Apple 的解释为主，我只是告诉大家之前有这么一个信息，那也可能随时会变化大家如果觉得正好，我是属于其中一类，我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的，而且这个优惠是全年都有的。你只要提供相关的证件能够证明你是我刚才说的那些类别，你都可以享受到教育优惠
注意，教育优惠不是返校季活动，要把它搞清楚。教育优惠是全年都有的，任何时候去都可以的，而返校季活动是只在返校季的那2-3个月有。那这个是会在教育优惠的基础上再另外赠送你一些东西的，这是2回事啊。好，那既然对教育非常的重视，那么在 Apple Store 也是最早就有体现的。那大家可以一起跟我看一张照片，这个呢就是我猜测理论上应该是在刚刚开设 Apple Store 的时候，就在店内放有这样的儿童区。那儿童区其实一直非常在 Apple Store 里面引人注目的一个点，就是它那个黑色的圆圆的小凳子，坐起来非常的舒服。我刚刚在2010年入职的时候，还是有这个小凳子的啊。那我们在非营业时间也很喜欢去坐一坐那个小凳子。当然，桌子和桌子上的产品是经过了非常多的迭代的。比如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应该是第1代的 iMac， 那个时候用的还是 IBM 的 PowerPC 芯片，运行不了 Windows 啊。当然现在 M 系列的芯片，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不重要，我们以后聊到 Mac 时候再聊。那桌子现在是白色的圆圈桌子啊，这个一看就是很早期的零售店才会有的样子啊。那等到我入职之后的这个儿童区是什么样子呢？小圆桌还是有的，哎，是这样子的，小圆桌有，不是小圆凳子有，但是桌子呢就更统一化了，变成方形的了。然后大家看到上面的这个 iMac 呢，也变成了比较新款的，这个应该就是 Intel 芯片的 iMac 了。这个是我刚刚入职时候的样子，下面的小的地毯没有了，但是小圆球球还是有的啊。然后再演变一步的话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是更新了。这个状态下的 Apple Store 其实就是儿童区在 Apple Store 被取消之前的样子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桌子上呢，由电脑换成了 iPad， 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了，应该是12年往后了啊，才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那维持了几年，然后小圆凳子呢还留着。那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方方的小桌子的正中间有一个，下面是全透明，但是上面有一行磨砂的这个有机玻璃的标牌。那这个标牌上面大概率上写的应该是儿童。如果早年有去过 Apple Store 的话，它基本上有一些桌子上面放的都有这样的亚克力的标牌，就是有机玻璃的标牌，上面就写这张桌子它的功能是什么。当然现在没有了，但是在我刚入职的那头几年还是有的。那像这样的一个儿童区，为什么现在大家再去 Apple Store 看不到了呢？给大家八卦一下啊，这个事先声明纯属八卦，也是我道听途说来的。这个就是因为第1代的 Apple Store 的零售主管叫 Ron Johnson， 他是在我入职时候的零售主管，也就是在零售业的 VP， 就是老大，他是直接向 CEO 汇报的。那个时候 Ron Johnson 在的时候， Apple 的 CEO 就是 Steve Jobs。那就是我一直个人觉得非常荣幸的一点是，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 Apple， 虽然是30岁才参加的这份工作，但因为在30岁之前我都是自雇啊，自己雇自己，没有替别人打工，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份打工的工作，第一份有老板的工作就是在 Apple， 所以我的第一个老板呢其实是 Steve Jobs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心里有点小窃喜的啊，虽然后来换了啊，当然其实从情感上来讲，我更喜欢 Tim Cook。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咱们之后再聊。当时为什么会开设第1家 Apple Store， 而且是斥巨资进行最豪华的装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很多 Steve Jobs 在早年选取的那些装修 Apple Store 的材料，比如说一块地砖是50万人民币，
一级那个透明的玻璃的楼梯的台阶，就是一凳台阶，不是全部的楼梯啊，就是一级台阶啊，200万人民币。就当然这都是传言啊，我没有办法确定真实的价格，但是就是这种选品的这种不计成本啊，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它的店面跟其他的科技公司都不一样，不在什么科技市场啊这种地方啊，举百脑汇啊，就不在这种地方，而都是在每个城市著名的商业区跟商圈。哎，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它的理念很简单，也是我个人非常赞同的一个理念，就是当时 Apple 还没有 iPhone， 它的主打产品还是 Mac， 撑死有一个 iPod， 对吧？那其实 Apple 的产品非常的好，因为 Apple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衰落期，那个时候2000年嘛 ，Steve Jobs 刚刚重新回到 Apple 公司。那在他回归之前，其实 Apple 公司一直在内部高层商议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是，如何在把自己的公司卖掉之后，还能够保证 Apple 这个品牌能够继续留存。你想想，这惨到什么地步了？每天都在谈论，你买我可能是肯定的了，对吧？就是看谁买我能够别灭我这个品牌，就在聊这些事情，就多惨了，到这种程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家公司的。但是当1997年 Steve Jobs 回归之后，公司的走向就一直在往上走。那当走到了2001年准备开设 Apple Store 的时候，当时的理念就是我希望把我的店开在一个闹市区，我店的作用可能在当下不在乎我卖了多少产品，而更多的是要告诉大家有这么一家公司在认认真真的为你们去做这样漂亮的产品，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店来去体验。所以其实在 Apple Store 的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为什么说 Apple Store 也是 Apple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有条件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而且之前在我的 Apple Store 故事系列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逛 Apple Store， 它的心态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走进 Apple Store， 从进门转一圈到出门，如果你心态对了，能够跟 Apple 的服务理念吻合了，你整个旅程其实跟用 Apple 的产品的感受能够差不多的，是一样的，也可能更好，可能就因人而异了啊。但我不敢100%保证，但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服务有多好，而是他在整个打造这一家店的过程当中，其实考虑的并非性价比啊、成本啊、效益啊这些问题，而是几乎100%的考虑的都是顾客，跟走进这家店的顾客相关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在刚一开始建立这家零售店的时候，就是为了打牌子啊，就是为了吸引大家进来嘛啊。那所以说，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机缘巧合，就是 Steve Jobs 找到了 Ron Johnson 这个那个时候的零售主管。大家也可以查一下这个人，因为我对他的履历说实话并不了解，我只知道他最后从 Apple 离职之后又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希望把 Apple 的零售理念也复制到另外那家公司。但是你知道，由于 Apple 就是由于公司和公司之间，如果它的这个核心文化差的太多，其实是没有办法移植的啊。我举个例子，就是吃火锅的那个海底捞最先发明了这个自助调料区，对吧？那在那个里面，大家可以自己选自己喜欢的调料，然后旁边还放有果盘啊什么的，免费的给你吃。那所有其他火锅店都觉得，哎，这样挺好的，他们也想学。但是他们学的时候，你们发现有什么问题吗？他把这个自助果盘全都去掉，免费果盘全去掉了，只给你调料。就他只想到，哎，我放这个岛台在这儿，我既省了我的员工成本啊，又就是懒得麻烦啊，又感觉我很高大上。但是那果盘呢就不放了，因为这个我免费放果盘，那谁还点我的水果吃呢？啊，所以你看，就是
如果两家公司的经营理念不一样，海底捞是完全为顾客考虑，所以它放免费果盘。其他的这个火锅店呢，它其实还是为了自己能赚钱、自己能盈利为核心目的去考虑的，所以他把果盘给去了，他只学了一个那个调料岛，哈，那这就是学了跟没学一样嘛。所以如果你公司的核心文化不一样的话，你只是把这种做事方法搬过去，你会发现这严重的水土不服。那当时 Ron Johnson 和 Steve Jobs 在 Apple Store 官方的直营店这个区域啊，我们这些普通的同事们看来，其实是还蛮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 Ron Johnson 跟 Steve Jobs 的开店理念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像这种儿童区啊，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啊，那当然了，对这个员工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嘛，对吧？那据说后来 Ron Johnson 离职了之后呢，不知道从哪里又找来了一个谁，名字我都忘了，他好像在这边做了大概1年都不到的零售主管，好像是因为美国的同事对他的负面评价和不满太多了，所以迫不得已离职。然后我八卦到的啊，不知道真假啊，这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呢，在作为零售主管的时候来店里面巡查，然后他看到这有一个儿童区，然后就问陪同说这个区域占了多少多少平方米，那他占据的这个平方米每天产生了多少效益啊？没有产生效益，去掉，就去掉了。道听途说啊，大家一听一乐就算完事儿了。所以现在的 Apple Store 其实已经没有儿童区了，你会发现到那边的小孩子在那边玩手机、玩 iPad， 都是跟成人混杂在一起，他们已经没有一个专门的区域，也没有那个舒服可爱的圆圆的小凳子了。但至于到底什么原因取消的，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八卦。那除了儿童区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在服务上面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在 Apple 工作的这个职位的老本行啊，如果有人听说过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击掌一下啊。它的名字叫做 One to One 啊，就是1对1的私人培训。我在刚刚入职的时候，我的职位叫做 Creative 啊，我当时还带着一个工牌，工牌上面写的我的名字，名字下面还用英文写着 Trainer， 然后后来呢，好像觉得写 Trainer 太骄傲了，不是，最早写的是 Creative， 那后来好像很多人不理解啊，你怎么这么自大啊，自己把自己叫做创造者，然后后来就改成 Trainer， 然后后来干脆把牌子都去掉了，等等等等。所以这个1对1的服务，其实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我入职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服务，是我在参加入职培训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个服务。然后当我上午入职培训，中午有1个小时吃饭嘛，然后那天上午记得非常清楚，讲到了这个 One to One 的服务，说 Apple Store 有这个服务，它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牺牲了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直接冲到我们培训地点旁边最近的那家 Apple Store 去购买了 One to One 服务。然后之后呢，我也成为了一个这个 One to One 的培训师。那当然现在没有了，现在叫 Today at Apple 了，换了啊。那最早的 One to One 是什么时候推出来的呢？我还有幸找到了一个网站啊，它里面列出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站是2008年的4月19号，这个是 Apple 刚刚推出 One to One 服务的时候。那什么叫 One to One？ 跟最早的开店理念其实是如出一辙的，就是大家首先被产品的外观，被这家漂亮的店吸引，你走到这家店里，进店之后发现这家店的电脑这么好看，又被电脑吸引了，然后紧接着一步肯定是想拥有嘛，但是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发现不错，买完之后不会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来教你啊。那这个就是 One to One 运营制，而当时你要想成为 One to One 的会员，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1年$99，在中国是1年498块钱人民币，1年的1对1服务，可以不限次数的预约1对1的课程，来教授你使用你的 Mac 电脑。当然以 Mac 电脑为主，你真的有 iPhone、iPad 也可以。而且它的购买限制就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买一台电脑的时候才能够买这个One to One服务，因为说白了这个是赔钱的
对于公司来讲，傻子都能看出来是赔钱的嘛。那我还记得当时的这个店内啊，有一个非常大的海报啊，这个海报有幸我也找到了啊，就是这样子。在我们当时每一家店都有 One-to-One 的培训区域嘛，大家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那个有机玻璃的桌牌啊？当时我在工作的时候所在的那张桌子上面那个桌牌写的就是私人培训啊，那就是 One-to-One 的区域啊。然后在那边呢也有一个大的广告，在墙上，显示着这样的一幅画面。当然，这个画里面的人会有变化啊，就是也换过好几次了。那我们当时我的这个上班的工作状态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两个人面对着一台电脑，然后去教顾客怎么用。那也因为我在 Apple Store 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了这样的一份独特的经历。你现在入职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所以为了要给顾客提供更好的1对1培训服务，我在 Apple 接受了非常有用的一些培训技巧。那这个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领域，也是自己受用的领域啊，否则也不会投这个职位的简历嘛。那后来为什么 One-to-One 被取消？这个就要说到来自巴宝莉的销售总监了啊，她的名字叫 Angela 啊。Angela 其实还是蛮平易近人的，她其实做了很多对员工很好的事情。比如说她在上任之前就说了一句让我们非常感动的话，就是说如果一家店没有把员工照顾好，那他是没有办法照顾好你的顾客的。那事实上也确实是，自从 Angela 上任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每一家店不仅仅开始重视整个营业区域的这个软硬件方面的顾客体验，同时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去注意我们员工在员工休息室里面的一些软硬件的体验，而且这个是一直在往上走的。这个体验是一直在往上走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我就不说是不是八卦了啊，事实是确实在 Angela 在任的时候把 One-to-One 取消了，1对1的这个服务取消了，变成了现在的 Today at Apple， 就是这种1对多的，像一个 event 啊，像一个 workshop， 像一个活动一样的。这种就是你看现在新的 Apple Store 零售店一进店，它的标志最显眼的是什么？一个大的屏幕墙嘛。那个墙平时是用来展示一些产品广告的，但是在有活动的时候，在 Today at Apple 举行的时候，那边就是上课用的啊，一个演示用的一面墙，一面显示墙。当然在传统的 Apple Store 没有那个墙怎么办呢？你会找到有那么1张或2张桌子的旁边立起了2个电视机，显示器啊，就是那个东西，那里是我们做 Today at Apple 的地方。那其实当时 One-to-One 的取消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它不是像那个之前那个取消儿童区一样一夜之间就没了，它是先说我们作为 One-to-One 的讲师，是不是可以也去做一些1对多的这种培训呀？因为在有 One-to-One 的时候，我们 Apple Store 零售店是有2种不同的培训服务的，一种就是我刚才大家说的 One-to-One 收费的1对1的私人培训，还有一种就是面向所有人的这种免费的叫 workshop 讲座。那这个其实是都有的，但是由于 workshop 呢，它是每一个同事都可以去讲的，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没有那么重视吧，就是我也不验证你会不会讲，就是谁想讲谁去讲，就有点类似于这样，你可以这么理解哈。反正也是免费的嘛，就是像这个每家店面里面腰上别一个大喇叭，然后在那上什么打折啊，就是有点像那种感觉，介绍产品嘛，就有点像那种。所以刚一开始是说，像我们这种讲师级别的，是不是也可以去讲一讲那种啊，把那种提高一下，先这么做一个事情，然后慢慢的呢再说，我们讲师只是一天对吧，面对一个人1对1的去讲，
一节课50分钟，相当于1个小时了。那你一天工作8小时，你这个人有非常大的能量，但是你一天工作8小时，你只能服务8个顾客，这是最多了，还不算顾客没来的情况。其实很少，有的时候会一天8个人全来嘛。有的时候比较冷门的店，你课也约不满嘛。那这个觉得员工的能量被浪费了。那怎么样才能够更大的发挥员工的能量呢？就是你去那个大厂子去啊，去那里发光发热。这个就是中性的啊，就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吧，但是就开始往这边去转型，然后再后来才是向所有的顾客啊去通告说，我们One-to-One会员的最终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销售了，然后最后一个One-to-One会员结束日期什么时候就这样，然后到那个时候就结束了。所以到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个TODAY at Apple。 当然TODAY at Apple 也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个 Apple Store 的，可以你去白嫖，你真的可以去白嫖，所有的 Apple 员工都希望你去白嫖这样的一个服务。我绝对是中性，它不是不好，千万不要觉得它不好，而是它适用于不同的人，也适用于不同的时代。因为在早年的 Apple Store，Apple 还是一个没什么人知道的，也没有 iPhone，Mac 的保有量也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更需要这种1对1的去解决一些人个性化的需求。但是你看到 iPhone 发布以后， Apple 已经是越来越知名的一家公司，很多人因为最早是因为 iPod 去购买了 Mac， 到最后你看看你身边的人有多少人是因为先用了 iPhone 才去购买了 Mac， 或者是先用了 iPhone 和 iPad 然后才去购买了 Mac。 那这种情况下知名度已经上来了，然后 Mac 的保有量也越来越高了，而且 Mac 电脑在那个时候也能装 Windows 了啊，然后网络更发达了，教程满天飞了，等等等等机缘巧合下，那可能在真正的市场领域 One-to-One 这种形式也稍显过时了。虽然绝对需要承认，再怎么过时也永远有一些人是需要1对1这种个性化的服务的，但是毕竟从这个大的趋势来看，我个人也承认更需要的是一些面向年轻人的啊，面向现代大家都已经不需要1对1坐下来1个小时那样去讲的，而是希望能够哪怕你听1耳朵就了解到产品的一个有趣的小功能。你看在 TODAY at Apple 里面，它放那么大个屏幕，用扬声器让大家都能够听到，其实你只要走进 Apple Store， 你不必要说我真的约一个 TODAY at Apple 坐下来上这1节课，对不对？你可能就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哪怕是进来找厕所，虽然 Apple Store 大部分没有厕所的，但你只要进来，你但凡有一点这种科技爱好，是吧？你在旁边不论干点什么，突然你就听到一个讲师在那边讲了一嗓子一个新功能，可能就是你不知道的，然后你就获得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意义所在。而且 TODAY at Apple 最大的一个优势，我觉得它是以赋能为主。我不是说 One-to-One 不赋能，而是说你知道，一旦1对1了以后，你就很容易变成顾客主导。而一个讲师和一个顾客，你认为谁是更懂的？那肯定是讲师更懂，对不对？那如果讲师更懂，讲师不主导，你还让顾客主导，你觉得它的走向偏离航向是早晚的事情吗？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吗？对吧？更何况一个商业运营的东西，你还要给员工打分，这些课上的开不开心，那你更不能得罪顾客了。但是对于像 TODAY at Apple 这种1对多的，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有针对性了，但是在这个场合下，一个真正懂的人可以把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直接告诉下面听他讲课的所有人。那这个确实能量的覆盖面是更广的，而且 TODAY at Apple 的课程设计完全是由各种兴趣爱好所驱动的。那我觉得这个赋能的这个性质就更明显了。比如说它的课程是除了基础课以外，有基础课，我个人也蛮喜欢基础课的，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更能吸引年轻人的一些课，就是那种摄影课啊、音乐课啊、编程课啊、绘画课啊，它是以这个
为主线去穿起来的。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招聘网站上，如果再去招我这个职位 Creative 或者叫 Creative Pro 这个职位，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得有一个强项的兴趣爱好，然后通过 Apple 的产品把你的兴趣爱好发挥出来。你要帮助顾客把这个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但是我过往只是听音乐啊，我对音乐的流派这种东西特别的熟，也特别喜欢音乐，但是我从来脑子里面就没有想过我竟然也能够自己创作自己的音乐。但是来听一节音乐的 Today Typo， 你就能够做到真的1个小时就让你做一首乐曲出来。这个是我就不说别人嘛，就是我在 Today Typo 去讲授音乐课程的时候，我们保守一点说吧，60%的这个概率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在下面坐着啊，原来从来没想过的，上完一节课自己做一首曲子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变是中性的啊，就是有没有它不好的地方，绝对有；有没有它好的地方，就摆在那儿。那当然我知道每个人有自己不一样的看法，那我的任务呢，到这也就算是完成了啊，跟大家去从我个人的视角去聊一聊 Apple Store 的一些演变，那也算是讲一些故事吧，希望大家能够对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投放过情感的地方，能够有多一份的了解和投放多一份的情感，能够多去几次。虽然我也不知道，好，就这样吧。感谢各位的关注和观看，我们下次再见。